大家好，我是于姐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灌汤包的详细教程，从打馅到制作，一步一步的教你。做出来的灌汤包呀，汤鲜肉嫩，特别的好吃。学会了你也可以开个店哦。喜欢的朋友先收藏起来吧。在做灌汤包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熬一个灌汤包里面的高汤。这个呢是我们平时吃猪肉的时候，这个猪皮呢留着在冰箱里面冻着。刚好呢，今天也派上用场了。这是我已经洗干净的。再准备2段大葱、几片姜。我们熬高汤的食材都准备齐了。把洗干净的猪皮给它倒入锅里面，然后再加入冷水，加上适量的食盐，再加上半勺的料酒去腥。盖上锅盖，开火焯水。开锅以后，我们给它捞出。再次给它倒入清水中，给它清洗干净。接下来把我们焯过水的猪皮给它改一下刀，全部切好以后，给它放入我们祖传的小汤罐里面。不管是炖什么汤，用这个小瓦罐炖出来的汤啊，特别的香。然后再加上开水适量，加上葱节，再加几个姜片。最后再加上适量的食盐，给它放在炉子上炖3个小时就可以了。趁着炖肉的时间，我们来准备一点葱姜水。首先我们来拍个姜，然后把葱也给它拍一拍。拍好之后给它放入碗中，然后再加上适量的食盐，用手使出蛮力，把葱姜的汁水给它捏出来。这样呢，才能激发出里面的葱姜的香味。然后再加上适量的温水，用温水呢，里面的味道更容易出来。给它泡个20分钟。经过3个小时的炖制，我们的高汤已经炖好了，给它倒在容器里面，冷凉备用。下面我们开始和面，然后用80度的开水和面。为啥用80度的开水和面呢？因为用凉水和面啊，这个面啊吃起来太柴，不好吃。用开水和面呢，没有筋性。先给它搅成大面絮状，然后再下手揉面，随便给它揉一揉，给它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儿，然后给它放在案上进行揉搓，揉至光滑细腻，像这样表面光滑就可以了。给它盖上保鲜膜，醒一会儿，等一会儿我们再来操作。接下来把肉给它放到清水中，用清水给它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以后，给它捞出控水。然后我们下面来开始改刀。首先把肉皮先切掉，然后给它切成小段儿。剁肉馅啊，最好用刀剁出来，那样吃起来才能有口感，才能有灵魂。家里有条件的也可以用绞肉机绞哈。接下来把回肉也给它切一切。这个回肉啊，不可以和瘦肉一起切，因为它筋膜特别的多。回肉要给它切碎一点。切好之后随便给它剁几刀，把筋膜剁断以后，我们现在呢给它加入瘦肉里面，一起给它剁碎。就像这样就可以了，有颗粒感就可以了。剁好的肉馅给它倒入盆中。接下来我们来切点葱。一般大饭店里面啊用的都是这个大葱哈。用大葱呢蒸出来呢不黑。切成丝完了以后，我们再给它切成葱花。为了增香，我们再切点小葱，因为小葱啊比较香。我们呢只取葱白，葱绿呢不用，因为葱绿蒸熟了以后啊会发黑。切好之后放入肉馅中。下面我们来开始调味儿，首先加上1勺的生抽，再加少量的蚝油，再加上适量的胡椒粉，喜欢吃五香粉的也可以加一点哈。然后再加上少量的鸡精，然后手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先把这些调料全部都给它抓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呢往里面少次多量的给它加入这个葱姜水。葱姜水每次吸收完以后再加，
给它搅拌之后完全吸收，黏黏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好以后，把我们昨天做好的皮冻给它倒进去，继续用手给它搅拌均匀，先给它捏碎。为了颜色好看，我们再加一点点的老抽上色，然后给它搅拌均匀。我这1斤肉呢，得有300克的葱姜水，对大约肉皮冻是1斤半。搅拌好了之后，我们再加一点点的料油。喜欢吃香油的也可以加香油哈。再次给它搅拌均匀，像这样，我们的肉馅就调好了。要是不急着包的话，给它放入冰箱保存，不然的话会容易出水。馅调好以后，我们的面也已经醒发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把面给它揉一揉，这个时候呢，面呢醒发的非常的软，随便给它揉一揉，你就会发现这个面啊特别的光滑细腻。随便给它揉一揉，先给它搓成长条，然后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。每个小剂子大约30-40克，切好之后取一个小剂子，然后给它揉圆，揉成这样就可以了。全部揉好以后，均匀的给它摆放在案子上，然后盖上一张保鲜膜，防止表面烘干。案上撒点干粉防粘，取一个面剂，给它按一按，然后用擀面杖给它擀开，就像擀饺子皮一样哈。就擀成这样就可以了。擀好以后，我们取适量的肉馅儿，给它放在中间，给它整理一下，然后用手掐着一个面片的边缘往前走，食指叠面，大拇指不动，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给它挪个地方，转着转着，我们的一个包子就包完了。这样我们的包子就包好了，但是这个口啊一定要给它封口。往上提拉，把这个小揪揪给它揪紧，不然的话在蒸的时候啊，它容易漏汤。包子全部包好以后，均匀的给它摆放在笼屉里。水开上锅蒸，因为我们这个包子啊皮特别的薄，蒸15分钟即可。蒸时间长了容易变形漏汤。15分钟已经到了，不用焖，直接开盖儿。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包子蒸的漂亮吗？气鼓鼓的。但是呢，等一会儿呢，因为它是灌汤了，它就会瞬间就会扁，并且呢，这个颜色呢也会变由白变为青色。出锅装盘喽，掰开一个让大家看一下，看看里面的水，呼噜呼噜的，哇，好嫩啊，汤多肉嫩。看着好诱人哦，像这样做出来的包子，家里面老人小孩都喜欢吃，特别的鲜嫩。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